可以企過少少，少少咋，太多啦，過翻少少。呢個位等我睇下先。19年之後，有大量人離開香港，移民好、逃難好，咩都好，喺歷史上一個好大嘅事咯。我係有暫去記錄噶咯，我就申請過嚟，即係就業金卡申請嚟台灣生活。我一早已經想係去記錄低一啲流亡咗海外嘅香港人啦，嘅佢哋嘅生活情況啊，或者佢哋當時嘅心態係點啊？即係我選擇受訪者，其實係有90%到啦，係因為19年之後嘅社會運動，佢一定要必須要離開香港嘅人咯。咁呢個係我主要嘅受訪者對象啦。當然有少少有啲唔同，即係好似林榮基啊。可能要眯埋眼，因為佢好強光。他以前在香港是為社工運動的時候，他也在現場幫很多不同的年輕人。他在台灣蘋果日報寫過一些文章，所以在國安法之後，他有一點擔心。他初來台灣生活的時候，就是教會幫他們的。整個後時代革命，就是臉看不見，全都是用燈光打他的臉，因為我覺得怎麼樣都對他有風險。第二，因為我經過20位的朋友訪問，都有一些在台灣身份認同的問題，他還沒有找到在台灣自己的身份，所以我就用這個手法去令他們的臉沒掉，就是跟他沒有自己的身份一樣。從反送中運動2019年開始，接觸許多來台灣需要尋求庇護的港人。參加運動的學生，他們通常都是非常匆忙的情況下，比如說發現港府的國安處的人疑似在跟蹤他，或者他發現他一起參加抗爭的隊友突然被逮捕了，他參與的倡議型公民組織被迫解散，他發現他在香港有立即的危險，他必須要來到台灣。像是在美國的張坤陽，他是我們總編輯，他離開香港的時候也是非常倉促，就是港版國安法剛出現，很多新的年輕人的政黨啊，包括周庭啊，包括黃之鋒都陸續被捕，所以那個情況非常嚴峻。你就1個小時的時間要做出決斷，跟你的家人朋友告別，要離開香港。就比如說，他看到我們宣言，我最近看到一個學生，他想要研究香港運動，就講如水的精神。然後點進去到頂樓頁面轉。大多數的這些尋求庇護者，他們並沒有正式的政治庇護身份。最方便的途徑就是來台灣念大學。從19年到現在這2-3年之間，香港人在台灣，包括在英國啊、德國啊、歐洲或是加拿大其他地方，他們必須要自我組織起一個可以支持彼此的網絡，以及延續他們在海外能夠繼續反抗中共暴政的一些倡議工作。那我也是在台灣的人權 NGO 參與這份工作。那我們共同創辦成立《如水》雜誌。就是促成一個台灣與海外的連結，
一起帮忙香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3期这一个轨迹这个部分。那一期最主要谈的内容都是讲到我们香港人对于就是选择留下来或者是选择离开这些中间的一个挣扎。在国安法之后，很多香港人真的是下定决心要离开香港的时候，那这个画面就是可能是他们最后一眼看到香港那个整个形象，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就是用这个意象去表达那一个感觉。如水就是一定会被盯上那一个团队嘛，那一些如水的编委有一些就是被通缉，因为他们曾经参与过民主派的初选。其中一个顾问里面其实也有吴瑞仁老师，那也是第一个被国安法起诉的台湾人。以这个状况来说，我们都知道他就是用这个连坐法的方法，然后希望把所有的反对的声音都关押或者是打压。我本身政治的工作其实也是在一些在台港人的组织里面工作，那其实以这个目前的风险底下，其实就是应该就是没办法回去香港。新闻自由精神的媒体在香港都被解散了。2021年被迫解散的组织已经数十个，可能现在快要到100个。他们还是非常希望可以将他们这个香港公民社会的自治精神延续到未来的运动当中，所以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在海外先把这一份力量留存住。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个时代、为这个情势的变化做点记录，然后把它印出来。香港人可能拿到这个实体的杂志，可能把它拿在手上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有希望感，会比较有联系，会觉得说，虽然人都不在香港，可能你散落在美国、台湾、日本啊、澳洲啊、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你还是会觉得香港人有彼此一个连带感。那这是最贴近我们自己的层次。挪威政府每一年都会花很多钱去补贴挪威电影。政府为了保护挪威语言，因为挪威越来越多年轻人不会讲挪威语，语言就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要把一个民族消灭，你不用杀掉它，你先把他们的语言杀掉，是吧？所以，要保护这个语言，最简单的，就先从文化开始。这是次文化，电影、电视剧。杜汶澤啊嚇，俾人封殺冇飯開，因為事後佢食軟飯。即係究竟我有冇食軟飯咧？咁有啲黃絲咧就盲撐嘅嚇，佢就話冇嘅，唔可能啊。我應該是2020年香港成立國安法之前申請移民成為台灣人。我自己是一個從太陽花運動開始給中國大陸封殺的藝人，我非常能感受到那些因為自己的政治取態、自己的言論而給人家封殺的藝人那些感受。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想創作一個以全世界為市場的一個提供廣東話節目的一個平台，給他們去表演，這個是非常重要。今後我哋嘅節目除咗有杜汶澤之外，仲會有黃秋生、黃宗耀、田蕊妮以及更加多屬於香港人嘅藝人。我們香港在反送中的過程當中，有一個元朗的事件哈，我們叫721吧，就是一對流氓在打港鐵裡面的一些乘客這樣。
那这个事件呢，有一个导演叫蔡玉玲，他就是因为做了关于421的节目，结果就给香港电台开除了。我跟他说，你要拍什么你就去拍吧，你有自己的创作自由。成龍有冇搞錯？所以他就在我们电视台里面拍了一个节目。在我平台工作的人，他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所以白色恐怖就是这个意思，根本集权不需要做什么，你自己就会怕，然后你就会想一些事情出来，叫他们不要这样做啊，那违赛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尤其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那来台湾第1年的时候，2020年就拍了这个《寻找他妈的故事》。在2022年就拍了《寻找他妈的故事》的英国编。Oh, how are you? I'm Chapman from Taiwan. 都是我个人做主持，然后去其他的国家寻找香港人的故事。尤其19年之后，很多香港人都像我这样离开香港了。香港几百万人就走了几10万人去英国了，你敢猜？那他就是另外一个香港的编程。那我就会去看一下他们生活怎么样。你點睇香港個未來呢？我觉得英国这个政府对于香港人的欢迎的程度，至少在作为我们97年前的宗主国，就有足够的责任感。加拿大最近就很欢迎大学生，然后澳大利亚，连日本都有，这是各个地方都有香港人。就算你覺得自己苟且偷生都好咧，都要積極去面對同埋過得好啲咯。香港人加油！香港加油！香港加油！香港加油！其实香港人目前在海外非常辛苦，那特别是编辑委员都是年轻人，很多人都还是学生。那学生没有固定的家庭的根据地，常常需要迁移，没有稳定的收入。我自己在台湾也还是一个硕士生，但是我相对的我还身处我自己的国家。然后我有一群不同世代的台湾伙伴，他们都很愿意帮忙香港，帮忙如水杂志在台湾发行出版。好漂亮啊，这个效果很棒，有做出来。其实台湾早期在集权白色恐怖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人就是流亡到海外，但是他们在回到台湾的这段也是经历了可能有10几20年，或有些人是再也没办法回来。现在的香港人跟早期台湾人经历的状况，我是觉得蛮像的。我是从2019年反送中的时候，加上我组织有在关注香港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有开始投入，就是关注香港的议题。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实习的机会，是在这本杂志的出版社做一个实习生，就被找来继续接就是杂志行政的工作这样。订户的话，它的分布大概就是海外。可能美国啊，或是欧洲，或是香港，香港会是比较多订单的地方，然后还有台湾也会有蛮多订单的。第一期零售的话是有卖到1000本以上的，对，然后之后可能就700-800本。移民对香港好，还是不移民对香港好？是在香港本地能够做到更多，还是在海外社会能够做到更多？在国安法之后，香港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自我组织？我们也会尝试去访问一些人，像时代革命纪录片的周冠威导演，他还留在香港，尝试拍一个纪录片，去触碰非常核心、非常深入香港政治上的议题，去记录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我们其实还不太确定当下目前的香港人需要些什么。所以目前其实我们都还是在界定现象，都还是在透过访谈、透过对话，去尝试的去找到一些我们想要找出的问题。你今個月就會喺台中有一個大型同埋一個比較系統嘅關於香港人離散或者19年社會運動之後嘅一個展覽啦。
其實咁我當然係想多啲人去知道19年之後香港人嘅情況係點，或者香港嘅地方係點樣啦。這個展間會看到國安法這一個政策所造成的傷害。好像印象的就其中一位就是楊老師，他是警察開槍打破他的眼睛，他就永遠看不見。但是他一直沒有離開香港，最後政府告他暴動罪，那時候他受關。還有這位同學，他很年輕，他是一個拳擊運動員，他給警察打斷骨，因為他要保護一個女生，但是那個女生其實他不認識的，他以後永遠不能打 boxing 了。最後他決定離開香港，真的是逃亡了。我估唔到香港會淪落到成個街頭，我唔敢講起呢啲叫戰地啦，因為距離真係戰地，我覺得係仲係一段距離嘅。但係街頭咁恐怖，咁多催淚彈，示威者同警察衝突到去到咁嘅田地，對我嘅衝擊好大啦。咁當時我亦都即係每一次出去做嘢嘅時候，見到警察咧，其實我都係驚。因為當時我覺得警察即係佢哋都好失控下啦，佢哋啲打示威者嘅場景啦，我係有時會怯嘅。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我記錄呢個運動嘅傷痕，我記錄警暴，直至我自己都受傷啦。咁我又唔係直接咩中彈啊，唔係嗰啲啦。咁因為嗰啲我對催淚煙有好嚴重嘅敏感。就有一日咁，我仲喺屋企就不斷喺度諗，究竟我可以點記錄呢件事啦。而我太太咧就話：咁而家有咁多人受傷，你又受傷，咁不如影一啲受傷嘅情況啦。我冇再篩選，因為我想盡量我影到幾多訪問咗幾多，我都盡量出版。我透過我把口或者其他咁樣講佢哋嘅事出嚟。咁我以前喺一週刊嘅時候有做過咁多大陸維權新聞，我飛咗去大蘭薩拉訪問西藏流亡政府，又飛咗去美國影嗰啲六四遺孤。我做咁多呢啲咁嘅新聞，我覺得呢個世界上最重要嘅嘢就係自由同公平啦。咁有唔公平嘅，我呢種人去記錄低落嚟咯。咁我做記者，我做訪問都好天經地義啊。咁我點會諗到會有國安法嘅咧？我拍《萬信港鄉》的時候，反送中運動差不多結束，我發現在香港不同的地方有這些被塗掉的圖案，我覺得這個很諷刺。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這樣塗掉它，不如你直接的其他完全沒有就算啦，為什麼要留下這個痕跡？然後我發現他們好像是一個人受傷的腳步，所以我就決定慢慢的記錄下來。為什麼要用影印機？就是想要它的 quality 比較差，表現出來真的很像當時候香港現場的那種質感。透過一個窗可以看見外面的世界，但是裡面的世界就是這些被塗掉的歷史。我覺得很多人都很羨慕我都有離開香港的條件，
说实话，那个离开是需要勇气之外，也是需要很多客观的条件。香港人适应台湾，融入他们的文化，比在其他国家容易，这个是真的。香港跟台湾用的是同一个文字。我在当艺人之前是出来混兄弟的，然后那个时候跑路的时候，90年代就是跑来台北，躲了1年，所以呢，第一个时间想到要离开香港，这很自然的想台湾，然后台湾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了。我喜欢台湾，在香港很多人骂你敢知？你莫在晓，因为香港人一奇怪啊，你讲啊，他就会觉得你这很舔台。我又想问一句哈，如果我不喜欢那个地方，我去干嘛？你干？你奇怪。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尊重人的地方嘛，你都跟你不会说哦，我要拆就拆。香港也是要拆就拆，所以小店就没了。台湾这么多那种小吃、那种小店都是因为大家互相尊重，不愿意拆就不愿意拆，所有东西都是刚好的。尤其我觉得，我来了真的觉得是天堂的原因就是，台湾就是一个 OEM 工厂的王国你要想到，就有人做到。我们在2021年就跟工厂合作，推出一些台湾制作食品的产品，就是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看台湾，看它的优点去推广，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买到台湾的产品，香港的产品也是可以在台湾登陆，这才叫交流嘛。革命的本钱就是健康嘛。因为我别讲了，革命的本钱本来就是钱，所以我觉得钱很重要啊。像何云诗啊、王秋生啊这种然后有一些对香港不好的，他都会发声这样原来讲完之后会受到中国封杀的，关键就是他不让你在中国赚钱就对了。各位大家好那我做艺人呢，可是我卖艺不代表我要出卖我自己出生的地方。你不让我在中国拍电影做演员没关系啊，我都用其他方法去赚钱。对，那是这样。我讲完了。我现在最开心就是教禅修，因为如果我不禅修，我早杀了几个人呢。我也成立了台北文化交流协会。比如说我们有奖学金就希望他们在台湾读书，得到我们协会的帮助，可以在这边毕业，也是可以把香港那种文化在台湾留下来。关键就是现在目前还是有一些责任，就还是要做下去。我不是说我很重要，可是如果香港有多一个这样的媒体，也比少一个这样的媒体好。講真啦，一個攝影師，尤其是攝影記者、紀實攝影師，喺世界唔同地方都好難生存。外國有好多好出名嘅攝影大師，其實佢都係開 coffee shop、開酒吧、賣橄欖油為生，去支持佢自己嘅攝影計劃。攝影對我嚟講係真係好大嘅，我淨係成世人就係識攝影。即係我而家會變成一個小小嘅酒吧老闆，都係因為我好想繼續生存落去，想繼續可以影落去咯。我嚟到台灣生活，我都會疑惑，我究竟係香港人啦，我一定係香港人啦。咁但係我將來會係咩人咧？我將來會係台灣人啦，定係一啲冇身份嘅人咧？咁我係有諗過喎，亦都擔心嘅喎。就咁慢慢嚟咯。咁我又預咗我會繼續留喺度嘛，咁咪繼續去學咯，繼續適應咯。
台湾啊、香港、爱沙尼亚、乌克兰这些小国都是处在帝国的夹缝，我们太多时候是没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愿意人道协助这一些抗争者？因为我们看到大家是愿意自我牺牲这个反抗的精神，通常能够在历史的角度上面感动其他国家的人。我觉得台湾目前比起其他世界上的地方，我们有更多华语出版的机会，把香港的文化精神面貌再次的呈现出来。他取消你在演艺圈的工作的机会，你就很痛苦。可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我现在就跟自己说，我杜文泽不是艺人，所以我非常骄傲的成为一个生意人。人是可以改变的，他要你输，你1秒钟就可以赢了。最重要就是那个意识形态。如果他的成功不代表着某一些价值观，这个是我一直想做下去。